我懷疑我是一寬，這兩天有很多人都傳同一個影片給我看，叫做 F3+2的 Forever Forever， 現在就已經有1850多萬觀看，全台灣才2300萬人口嘛。但最恐怖的地方還不止這個，很多人就跟我抱怨手勢怎麼這麼多，MV 怎麼那麼難看，怎麼唱得那麼差啊？這個就有點過分了。但我是不覺得差啦，畢竟我也是有看過一遍的，所以我也是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，順便跟各位科普一下這種手啊代表什麼。開頭這個 MV 啊，就各位不要說沒有預算哦，他們這個是特效，因為不可能在某個國家，比如說歐洲好了，租一個地方，然後申請，然後到某個燈塔的上面，旁邊都沒有保護，然後在那邊拍一個張開雙手的 MV， 這不可能通過的。對，那據我所知，台灣的特效跟動畫是不便宜的，因為台灣都專門幫好萊塢跟 K-pop 的 MV 代工，所以我不認為剛開頭的 MV 會便宜到哪裡去。哦，他們真的是永遠不會變老的感覺。不瞞各位說，我在年輕的時候，16歲還是18歲左右，有幫他們伴過舞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小時候，當時蘭波老師主導嘛，然後我就跟一堆前輩，然後跳舞圈的前輩們學 hip hop，然後為了要幫 Finesse 那支舞伴舞，我們大概練了7、8次。Finesse 他只有來最後1、2次，然後他就把所有的舞都背起來，而且跳得比我還要好。那時候覺得哇，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啊？這個哥哥好厲害哦！後面跳演唱會也遇到言承旭跟仔仔，然後我就發現這兩個人真的長得好帥哦！就光坐在那邊發呆，我都覺得是帥的。他們都中年人嘛，中年以後基本上只要肚子沒有變大，然後頭髮還在，你就贏很多人了。Forever, forever, 無論你走。這開頭就能夠看到，光周杰倫那一段的 MV， 他們的色調要盡量讓它的光度把它提升上來，讓它金黃色感覺變得更多。黑色角落的部分都會盡量讓它的光拉高，高到或許再高一些的話，噪點就會出現。然後下一幕，阿信他穿 Y3 的衣服，那件蠻好看的。他背景應該是在上海，然後天空藍色的，有一種世界和平的 feel。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很正能量過頭。我看完 MV 有這種感覺，就很正能量。那因為這個世界你正能量太多，你會覺得很唬爛。但我當然也知道很多人喜歡這樣子，或許超過半數。也要在同一片天空下發光。哦，這邊有看到他的手勢有沒有？他會舉起來，然後往前面再把它打開。但因為這個手勢很重要，是有專業的術語名稱的，它叫做 hand to a camera， 就是你的手必須要追着你的鏡頭、你的相機去做你的所有的動作，包含歌唱。專業術語裡面也會說它叫做打破第4面牆壁。第4面牆壁算源自於戲劇圈的理論，因為通常在舞台上表演跟觀眾是有距離的，你不會直接碰到，那何況鏡頭也是透過了一層畫面或熒幕才被傳輸到數位，我們接收到，所以是無法直接跟觀眾有 touch 到的感覺。可是為什麼很多藝人都必須要上這一堂課？日韓他們通常是有特別的去規定，你的舞蹈編排也要考慮到相機的鏡頭。所以這為什麼國外的 hook 會做特別鮮明？因為他們在編舞的時候有過這個考慮，或導演他也知道說動作哪一些地方跟相機跟鏡位去捕捉到。那我認為他們這一段如果沒有做這些手的話，會變得很乾。我們看到仔仔，他這邊就做了 forever， 兩手近的 forever forever。當然他分了2顆鏡頭拍，第一顆拍近的，第二顆拍遠的。遠了以後就會看到他把畫面拉開，拉到了什麼？台北101，然後顏色是什麼？黑色配金色，是一個最高貴的感覺顏色。有沒有最不知道，但通常黑跟金配會有一種高貴感。然後黑色這個顏色，你會發現這一首歌全員都穿黑色，是因為黑色啊，在色彩學上面就有一種神秘感，凸顯那個人魅力的顏色。所以像我也有一些練習生的藝人跟我說，老師，我想要穿黑色好不好？黑色當我的代表色好不好？我會說不可以，因為很難的，要穿黑色是很難的。那因為他們都很紅嘛，都天王了嘛，人設也很明顯的嘛，所以穿黑色我覺得是很正常的。這個汪的這個手是什麼意思啊？這邊信哥他有用一個這個手這樣戳的，這代表什麼？應該五月天粉絲可能會知道，我是不知道啦。我想要錢，好像錢給我拿來。然後下一段就有很多的有趣的畫面，我覺得超有趣的，我要跟你們一一分解，太好笑了。
流星。哦，這一幕有沒有看到？他的這個鉛筆盒結巴，他鉛筆盒裡面放了 F4的畫面，但他是 F3，他們只有3個人，他們少朱孝天，這很殘忍。但你知道嗎？在工作上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，有人太有主見，太做自己，我覺得這樣就對，我覺得那樣就對。就算他沒有這樣想，但有被給這種感覺的話，通常就會歸類在很難以控制的一個人。相信音樂是一個很大的企業嘛，在台灣應該算最大的，甚至華語圈都算很大的。那如果說有一個藝人不聽話的話，你是老闆，你要怎麼做？你還敢做他嗎？可能會不敢。就算他沒有惡意哦，你都有可能會不跟他合作，這個是沒辦法的。收藏回應誰的願望，可以走到合適的遠方。這個皮衣蠻好看的，不知道哪裡買的。整個人生去飛翔。這個畫面只有我覺得好笑嘛？這一位長得像蘇偉的紅帽 T 大大，當然蘇偉的臉比較銳利啦，就他可能比較肉感蘇偉。肉蘇偉他聽了周杰倫的歌以後，就能夠跟黑人交朋友的感覺，非常的 DEI。那如果這首歌裡面他放的不是周杰倫的，是放別人的，比如說吳宗憲，他還能交朋友嗎？但我認為他這邊是有想要表達，像周杰倫當初是紅色帽 T， 然後很有黑人音樂的感覺，有饒舌有 R&B， 那黑人本身是還蠻能夠象徵這樣的音樂元素。我看下去拆解，或許是因為這樣。也要在同一片天空下發。這一段我也覺得超級好，超級有趣。這個妹她很愉快拿着五月天的第1張專輯過來，證據在這個畫面右下角，他寫第1張創作專輯。那當時五月天是什麼形象？搖滾樂團，他們非常的搖滾。因為當時我蠻小，在國中、國小嘛，就聽到他們的歌，覺得哇 ，rock 耶，好有搖滾魂哦。然後後來他們就從搖滾樂團變成了樂團，對，然後就是比較少很搖滾的歌曲，比較多是大眾會這個取向的。但這個少女她拿了五月天第1張專輯以後，這群人做什麼事呢？穿得很主流，一點也不像 rock， 然後做一些很青春的這種跳躍，然後背靠背，感覺好違和哦。你們真的有聽五月天的第1張專輯嗎？你們有認真聽過嗎？這場夜來模樣，裡藏着太多，誰也從不放過。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，我剛一直在找一個畫面，找不到。我現在是我第2次認真看這個 MV， 我發現有一位小女孩，她看了 Finesse 的影片開始跳舞，就在雜貨店，然後找地方跳，那個可能會打到客人的，但反正她要跳了。到最後她沒有結果或許導演也知道跳舞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。到現在為止，跳舞還是屬於比較窮的低收入戶。玩音樂可能也是啊，所以玩跳舞、玩音樂的你們可能還要找第2春，除非你們很有本事，有辦法跟五月天一樣，然後變得這麼紅，賺那麼多錢，基本上是很難的。像這3、4秒內我們就看到超過5個 hand to camera 的技巧，非常頻繁的在用。但問題在於前面開頭個人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在用這個。那到了集合的時候也是在用這個，就變成我們對他印象就是這個。那為什麼？因為這支 MV 並沒有特別的故事，而或許有，他們應該是有個 AMR 是愛與和平，然後大家做朋友，手牽手，心連心，就是沒有朱孝天。除此以外，他們的 MV 是沒有特別的劇情的。變成我們只能夠看人，那人沒有特別的表情，我們就看動作，然後前面都這樣做，然後到集合也這樣做，我們印象就全部這樣做。對，但這個或許是現場拍片最容易執行的一個方法。他們每個人都時間都很滿，就他們自己的棚設置好，1人到，辦法從2、3鐘的那個把它拍掉，就變成大家就努力的把手擺出來，製造出這個副歌的蓬勃感。但有人說副歌沒什麼感覺啦，我還沒認真聽。然後他們唱歌也沒那麼廢啊，最後還是有一個高音啊，應該阿信唱的吧？阿信讚讚，我說他讚讚可能也怪怪的，他就是我的大前輩嘛。我是覺得沒有到難聽啦，我不知道仔仔跟言承旭唱歌唱得怎麼樣，我沒有認真聽過，也沒有機會聽過。但我覺得唱得好不好不重要，因為重點在於他們是有江湖地位的人，何況他們還有社會影響力嘛。畢竟他們確實在 Y2K 那個年代算是台灣演藝圈的一個符號。少他們的話，
雖然好像也不會怎麼樣，但好像多了他們也不錯。就有一些人真的這麼帥，然後帶給大家很多流星花園的回憶。他們現在又出來唱歌了，就整個感覺變得很不一樣。然後這首歌其實到後面我也會覺得有點太像正能量過頭的一種，但因為前面我也提過，這首歌 AMR 或許就是愛與和平，或許也有兩岸和平也說不定。因為我發現很多現在的練習生啊，台灣的年輕人會以他唱歌音高不高，他跳舞速度快不快之類的來橫斷一個老藝人強不強，但這是很敷衍的想法，因為他們有江湖地位，代表在你還剛出生的時候，他們就已經闖出一片天，並且在當時的社會有影響力啊。那這一點我都覺得是很厲害、很了不起的。所以這樣看，我不會覺得他們弱啊，我完全不弱啊，有什麼好弱的？然後就我不知道講什麼。對，其實我剛剛整部片都在亂扯。